据说是外室所生的私生子。听说真正的主血脉叫南无肉，是从小就被扔在乡下自生自灭的小废柴。甚至这就是七窍玲珑局吧？没错，这是兰家先祖流传下来的，需要用银针穿过不断转动的小球，刺入后方木人的穴位，才算成功。这也不难吧？这你就有所不知了。这名为七窍，每层有60层结构，49个孔，总共2940个孔。这么多？没错，这2940个孔，每时每刻都在无规则的转动，唯有瞬息之间，60个小孔连成一线，才是唯一的下针机会。此局考验的是极致的眼力、准度和力度，1000年来无人能破。很难吗？神医失真，药王医术，医圣出手，血海城。恭喜老爷子！爸，有才的医术近日又有精进，已经突破到了名医境，真是祖宗大人在上呀！我南家年轻一辈终于出了一个扛鼎之才。不错，这是我今天收到的最好的寿礼。不明，你近来如何呀？回家主的话，苏儿前几日侥幸也已踏入冥境。好啊！近年来高家屡屡进犯，我南家如今出了你们2个栋梁之才，假以时日，何惧他区保家？我一生一脉重振光荣，指日可待。爸，不明只是一个区的旁支，怎么能跟有才相比？闭嘴！有才虽是继业之子，但终究是上不了台面的私生子。父母天赋心性皆是上佳，若是我嫡亲孙儿，该多好！不明哥，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，若日后你的医术比我强，这家主之位我自愿让给你。一个卑贱的螃蟹废物也配和我争？有心胸，有气度，不错。有才少爷，言重了，不明不敢。这是南家老祖1000年前布下的七窍玲珑局，至今无人可破。怎么？不知是哪位医道圣手驾临？能破此局者，莫说是海城，就算是放眼整个夏国，也难找出一个人呐。你可曾看过是何人所为呀？父亲，今日来的宾客如此之多，莫不是为你是多少？快去！此人肯定是一个百年难遇的隐世圣手，他的境界可能已经超过了御医，达到了神医境。若是能请动他，我一生一脉复兴有望啊！不过是穿针起气的小计，无随手为之而已。不过穿针引线的小计，无随手为之而已。这个小野种怎么在这儿？我不是让人……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从乡下来的小侠种，竟然敢冒认破局之功，真是满嘴谎话，上不得台面。你一个连针都拿不起，废物哪有资格在这儿说话？如果不是老爷子70大寿点名让你就没有资格走进这个宗祠。这个孽种和他母亲一样不可惜。这个蠢女人当年靠着家世逼走了如烟，还妄想成为南家主母，简直是个笑。父亲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是我这些年占用了弟弟的宠爱，才会让他心生怨愤，口不择言。要怪
您就怪我吧。你个灾星，当年刚把你从产房抱出来，你父亲就出了车祸，有才也突发恶疾，向往还差点被淹死，你就不应该再回来。当年我精心策划这场戏，看来这个女人是真信南家的基业只能给我和如烟的儿子有才。你给我听好，你哥哥有才才是一盛世家的继承人，而你只不过是被丢到乡下长大的废物罢了，毫无教育。父亲，我觉得此子顽劣不堪，那家族5%的股份就没必要给他了。这是一圣老祖宗定下的规矩，一圣嫡系血脉年满7岁，皆有一份安身立命的基业，不用，终究是一圣的血脉呀。不用，听话，那股份你留着也没用，快转给你哥哥回乡下去。妈，这可都是为了你好。小废物，我告诉你，你别攒着茅坑不拉屎，赶紧把股份转给我们有才。哈，野白念死，反居长房，僭越贼土，致使血，竟是寇仇，不能于家门，今日方知。世间竟有如此牝鸡司晨，纲常道治，人论竟像是怪诞事。真乃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。真乃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。你在干啥呢？让他们听。这个小杂种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说，他不过就是个肚子，我才是南家名正言顺的嫡孙，嫡亲的没资格，他倒有资格。你们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些什么？我真是小刀拿屁股，开了眼了。你这个小杂种，简直胡说八道，粗鄙不堪！你愧为一圣嫡孙，赶紧交出股份，滚回乡下！奇怪了，此事只有我和我父亲知道，他怎么知道？望气观妻，此等微末小数，竟已是闯荡一屋子蠢材，被这祸者勾到人在谷底。我一圣严家竟莫往至此。大伯，吴用弟弟这刚才回来，你就逼他交出股份，这件事情如果传扬出去，有损南家的声誉啊！继业，看看你，哪有半点为人父的样子？不明，这条多事的狗，给我等着！父亲，我一圣一脉向来有能者居之，如今您70大寿，按照规矩，应该让小辈来表演医术给您祝寿。我看，不如就让吴用和有才2个比试，谁输了，谁把所有股份。大伯，有才自幼便得家主亲力相陪，而吴用弟弟从小流落乡下，没有人指导。这且不说，吴用弟弟今年才7岁，比有才小了10几岁。您这未免也……个螃蟹竟敢质疑我！我同意。吴用弟弟，莫我不可呀！闭嘴！哪里有你说？看来我一圣倒也并非全是虚无。这个南不明，心性正直，是个可造之才。小杂种，这可是你亲口说的，别到时候输了赖啊！就是啊，你等会儿不要又哭又闹，然后躺在地上打滚儿。弟弟，虽然按照规矩要收回你所有的股份，但我们毕竟是一家人，哥哥我呀，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。唉，既然你自己没有异议，那就比吧。医术表演第1场变药。我南家那一圣世家，祖上留下了不少秘制丹方，其所成之丹药材种类数量皆为不传之秘。今日我便以此作题。比赛规则：每人任选1颗秘丹，在1炷香内辨明其中所含药材，谁说出的数量最多最准，谁便是此场胜者。好，开始吧。似有朱砂、冰片、
还有麝香、山栀子，好像还有珍珠粉。想为一生一脉，竟没落至此。满堂子弟有真才实学者，竟然只有不明和有才2人而已。不用，你怎么了？我想死。一群酒囊饭袋，连自家丹药都闻不明白，悲苦哀哉！这土包子，你想死就死远点，别丢我们南家人的脸。父亲，吴用弟弟可能是觉得题目太难了，先帝可能后悔有比试，不如把这比试取消了吧。现在知道后悔，晚了，少废物，该你上场了。我先来。仔细看我的方法。变药之际，考验的是医者嗅觉之敏锐，更需要经验之积累。通常分为3步。第一步，初闻。凭借掌心的温度激发药性，保持一定距离。闻到的是药中易挥发的药材，多为佐使之物，如薄荷、冰片、麝香、苏叶等。爸，你看南不明，他分明是给这个小废物现场教学呢。一个连字都认不全的废物，只不过是东施效颦，徒增笑耳。第二步，生嗅。此时闻到的都是丹药的主体香气，来自成药和菌药，如当归、黄芪、人参、地黄等。绝大多数丹药用这2步就能猜出10之8九。若遇到极品秘丹，药性完全内敛，则需要用到第3步，内感。摒弃杂念，调动心神，集中到鼻尖，去捕捉那一缕极淡却又独一无二的融合之气，这便是破局的关键。找到了，此丹内含全蝎、天麻、威灵仙、草乌、附子、贯众、乌药、黄连、熟地黄、木香、沉香、丁香，共计22味。好啊！22味，分毫不差呀！这南不明果然了得，这么复杂的丹方，便是海上成名易得名医，也未必能识得全啊。可惜了，是旁支。如果是嫡系，未必不能有那南有才力争高下啊。是。此子断不可留。不明哥果然好本事，接下来看我的班。有才，让某些人认识一下什么叫云泥之变。吴用，现在退出，把财产转给哥哥还来得及，否则你可就要丢脸喽。变药嘛，何必这么繁琐？看我的！人参、白术、茯苓、甘草、肉桂、红豆蔻，共计26种。这也是一味不差呀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天才，果然是天才啊！这么复杂的丹方，闻一下就能瞬间分辨出来，这是国医境。以上时下，复兴有望。有才公子真乃国士出的奇才啊！我提前背下来的方子，体会不错。南不明，小废物，你们拿什么跟我斗？最后的这枚金丹，可是医圣老祖宗亲自炼制的千年灵丹，至今无人能辨。看你这个小废物怎么辨出来？我用弟弟，请罚。这就是南家刚从乡下接回来的小子。瞧这名字起的，吴用，果然人如其名。小废物，不会就赶紧认输，看你那没出息的窝囊样子。小废物，如果你现在跪下给我们有才磕头拜师的话，我们有才或许会心软，将长真东西呢。老天爷呀，我上辈子到底是造了多少孽，
才摊上这么堆糟心玩意儿。乔姐们，这南家小少爷怕不是吓傻了吧？哎，毕竟是个孩子，这些事儿对他来说太难了。我看吴用弟弟的眼神，不像是害怕，倒像是失望透顶。拿我当年做的玩意儿来考我？黄芩、沉香、麝香。胡闹！这个千年泥丹里面的最后一味药材，连神医药王都猜不出来，谁让你把它拿出来的？隔这么远，他弄文件，装的吧？牛黄、白术、茯苓，果然是从乡下来的，装什么装啊？你是不是脑子有病？弟弟可能是太想在父亲面前表现自己了，都怪我，给弟弟的压力太大了。天竺黄、白芥子、白附子。混账！这是什么场合？在这儿开玩笑，看我打死！都给我闭嘴！祖宗显灵，我南家难道要出一个绝世天才吗？父亲，这个小畜生今日当着这么多宾客的面丢我们医道盛家的脸，留不得！我让你闭嘴！还有最后一位，最后一位是什么？最后一位。孙兄、华兄，你们猜猜这最后一味药是什么？来，辨不出啊。华兄，你觉得呢？奇怪啊，怎么有一丝浊气回旋？我也辨不出啊。别笑了，快说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就是急煞我也啊！这最后一味药是马粪。马粪！南家嫡出子，竟然说老祖宗丹药是马粪做的，果然是个废物啊！南家的脸今天让这小子可丢尽了。烂泥扶不上墙，连瞎猫都不如。我可没有你这样的弟弟，真是我的气！小畜生，这可是我南家老祖1000年前留下的绝世丹方，价值连城。你竟然拿马粪丢，看我们打死你！父亲，他说对了，最后一位就是马粪，前面的药材一字不差，全对，全对呀！不可能！祖父，此丹药乃是医圣老祖亲手所炼，丹方早已失传，就连家族的秘录中都没有记载。吴用弟弟从小在乡下长大，又怎么可能会知道？没错，祖父，连有才弟弟都辨不出来的丹药，他一个从乡下来的，怎么可能辨出来？我怀疑这小子他就是为了哗众取宠，他随便说的。吴用命格本就不好，又在乡下长大，难免沾染什么脏东西。我看他是中了什么邪祟，在这胡言乱语呢。父亲，此事明摆着有蹊跷。他一个7岁的小孩，连字都不认识，更没接触过高深的医术，怎么能认识此丹方呢？是不是你年事已高，忘记？不，你们都不懂。此丹之秘，我曾孕于曾祖父的弥留之际，亲耳听他断断续续的提及金丹，谓非有，乃粪土之言。当时只觉困惑，没能参透啊！你究竟是谁？我是谁？我是你祖宗，我是你祖宗，南宗子雍。现在说我就是他们祖宗，怕是他们也不信。我是你老祖宗南仲景的
嫡亲子孙难无用啊！不用弟弟，下次说话不用大喘气，吓死我了。乡下人就是乡下人，连话都说不清楚。小崽子，我打死！够了！这小子绝对有古怪。接下来的针灸比试，我倒要看看你还能给我有什么惊喜。大比，继续！看来我们来的正是时候。他们怎么会来？中医协会会长李在明，中医3大世家其2的神医世家华家家主华峰和药王世家孙家家主孙天3位大驾光临，我南家蓬荜生辉呀！听说呀，今天可以见识到医圣绝学问天九针，我们几位啊就不请自来了。老朽也是，加一，好，一定让3位不虚此行啊！如果能得到华家、孙家和李会长的好感和支持，我南家必将大幸啊！子台、不明，你们2位上台展示，一定要全力以赴。是。问天九针，第1针推穴，第2针定神，第3针回吞，第4针破血。哎呀，第9针问天。金春啊，父亲的病怕是没希望了。医圣世家真是没落了。皇上。问天九针不是这么用的。小辈，哪有你说话的？他是老夫的嫡孙南无用，今日刚从乡下接来，乡野小子不懂规矩，让3位见笑了。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，恐怕连问天九针是什么都不知道吧？还敢在这大放厥词？吴用弟弟从小在乡下长大，没学过问天九针，也在情理之中嘛。要怪就怪我吧，是我这个当哥哥的没有教他。你这个废物，简直把我南家的脸丢尽了，可不打！哈哈，很好，你们好得很。你们这群不孝子孙，给我睁大眼睛看好了！这难道是已经失传的医圣绝技凤仙指？问天九针，其名问天，就向天问道，索取生机之意，亦有以人力地天改命，知问天道，不公之豪情。问天九针可不仅仅只有9针。9针贯通，融合归一，每一针皆问天。南家主，苟某特地来为你祝寿。哎呦，这怎么突然多了个大窟窿啊？刚才还没有啊！不想我这问天九针竟是妹子做个瞎子看的？也罢，且先看看这是哪路小狗敢来我南家生事。苟家主，今日是我父亲寿宴，你送花圈什么意思？哼，什么意思？这还看不出来吗？意思就是寿宴3宴一并犯了。我看这花圈跟你们南家今日衰败之象正是绝配。苟若海，今天是老夫寿辰，
有李会长、华家主和孙家主也在此做客，你此举未免有些太过失礼了吧？哈哈哈，恕罪恕罪，没想到这李会长、华家主、孙家主3位前辈也在，不过正好，请3位前辈在此为我作证。哦，做什么见证？南家空有一圣世家之虚名，实则是人才凋零，德不配位。今日我苟某人踢馆。踢馆？没错，请3位大人见证。若今日南家输了，就乖乖的滚出海城，双手奉上一圣世家的金匾，并发誓不得再重议。好，这挑战我南家出去。这几人一看就绝非善类，一定是有备而来。是啊，祖父，眼下局势比人强，万一这挑战我接了。这小子是南家嫡孙南无用。你一个从乡下来的野小子，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这只是我南家的一个弃子，口说无凭罢了。弟弟，其他事情哥哥都可以让给你，但这件事情事关家族的荣辱，可不能由你胡来啊！都闭嘴！还嫌不够丢人的吗？你想怎么比？很简单，一道根基，无外乎望、闻、问、切、真这5术，咱们就比这5场，5局3胜。好，就依你所言。等下，我本以为南家又有一块硬骨头啊，没想到也是一个软货。怎么，现在害怕了？当然不是，我是想说，如果你输了呢？哈哈哈哈哈！我输真是可笑。如果我输了，苟家所有的财产，我也双手奉上。好，还请李会长做个裁判。可以。第一场望诊，规则如下：以现场10位宾客作为诊查对象，双方各出1人，于5步之外观望，不可近前，不可问询。1炷香之内，以用时最短，论断准者为胜。不明，这第一阵，你上。孙儿必定竭尽全力，不负一圣门楣。这一场，我关天和尚接了。哦，难道是江湖人称望诊第一的关天和尚？据说其望诊之术以真化境。不错，正是此人。但以望气观色而论，堪称国手。竟有如此人物，这南家是怕是难了。我早就说不能比了。父亲，这未战先去，飞！你，别怕，要不你们一起上？也不是不行，也不是不行。哼，牙尖嘴利。不明，你先上，不行再说。面色青黑，目赤带丝，必是肝火之盛。面色昏黄，目睛茫然，此乃肝胆湿热、肝痈之症。你个乡下流氓，站起来干啥呀？尿裤子，要上厕所的。姐姐，别这么说弟弟。虽然弟弟从小在乡下长大，但毕竟已经7岁了，应该不会尿裤子了。弟弟，你赶紧坐下，别去打扰不明哥。
你们南家真是一胜世家的。比试的现场让一个小娃娃跑来跑去，我苟某人真是长见识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不用弟弟，递给我。小主任，快住手！如果因为你输了比赛，我叫你逐出南家。克父克兄的灾星，你还想克掉南家的千年基业吗？快滚回去！稚子顽童，匹夫悍妇，不知所。时间到！时间到！哈哈哈！从画家主的表情来看，定是小子胡言乱语，写得不堪入目。弟弟，你怎么能胡乱画呢？都怪哥哥没有教你识字。可是，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，不会写的是阿波阿伊乌语吧？不，是这字，这字银钩铁画，风雨天成，力透纸背。哎呀，好字啊！好字，有多好？哎呀，这字好，好像要0086呀！两位前辈，还是先看看内容如何吧。毕竟我们比的是望山，不是书法。没错，若是内容荒诞，字再好也是望山。内容，这内容，哎，老华，你现在总是总是写白啊，那急死人了。到底什么内容？哎，告诉他。什么内容？霸气，太霸气了！南家纸上所写为：欢天，前9人必对；然，第10人必错。岂有此理！个小屁孩，你算什么东西？竟敢诈老子！第10人，你所断必是甘庸之志，是也不是？你如何知晓？是又怎么样？又一，此人面黄，并非病症，乃是以姜黄之液涂抹伪装所致。怎么可能？确有伪装，吴用小友所言非虚呀。即便如此，只能证明我错了呀。你又没写中书。你们再看纸的右下角写的什么？这右下角写的是“肾衰”2字啊。1胜之后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在下所患确实是肾气衰竭之症。哎呀，眸光涣散，耳廓焦黑，确有肾衰之兆。是啊，隔着伪装都能看出来，神乎其技啊，神乎其技啊！我这个乖乖，牛啊！不明，你可是观天和尚，今日书在何处？请吴用弟弟指点。他书在只观其相，未察其本。记住。1到书顶，见花更觉见袄。不明受教了。高家主，拿过来，老夫一观。此子这藏拙至此，这比例，这风骨，怎么好像在哪见？那个规则不是说只能1个人吗？对，他们为贵，他们为贵。这南有才不是南家人吗？
怎么找自家的麻烦？我儿子这是正直。我南家行事光明磊落，赢就要赢得堂堂正正。此子舞弊，简直把我南家的脸都丢尽。绝不能再让这小废物出风头。没错，要赢就要凭真本，此等取巧手段，胜之不武啊！对，要正直，要正直。他们南家违规，那就是我们董家赢了。哦，是吗？我记得这位观天大师刚才上台前好像说过，要不你们一起上？我那随口一说，和我当真了。牛叉，太牛叉了！那也不算赢呀。你那写什么嘛？什么前9个全对啊？这也证明我和尚我不能整呀。与你何干？你只是走了狗屎运罢了，蒙对最后一题。就是装神弄鬼，我看你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吧。大师息怒，弟弟也只是想为南家争光，只是用错了方法。小畜生，净丢我南家的脸！哼，黄狗小，今日你不给贫僧个交代？哦，交代。那如果我说，大师，您白日虽看守样，但每逢子夜，丹田便如遭针扎电刺，痛彻心扉，难以入眠呢。够了，逍遥在此，东拉西扯，故弄玄虚。吴用，承认吧，别再胡言乱语惹人笑话了。你强练天眼功，汤谷天机，一日功法反噬，结果捉金。若此时不治，3年之内必深入骨髓，届时双目暴盲，全身经脉尽断。放肆！姓周大师，爸，你快把他嘴撕了！我看你就是说不赢。神爷，求你救我呀！神爷，求你救救我呀！神爷，求你救救我呀！神医是华家老祖的宗号，我南家是医圣。医生大人，是小子口误了，求您救命呀！救你也不是不行。去南家医馆坐诊3个月，就治1000名病患之后，再来找我。谢医生大人，小子这就去，即便是去。还是医圣听着舒服。他怎么会知道观天大师的隐疾？我看他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。弟弟从小在仙下长大，许是听那些游方郎中说起了观天大师的救子，就说这般取巧之体统，但弟弟年纪尚小，急于证明自己，还是情有可原的。小小年纪，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，你要是再这样不走正道，小心拿家法处置你。观天和尚何等人物，岂会轻易外露病情？可这身医术，他从何而来？难道真是侥幸蒙对，或是早有预谋？我走完了。如此说来，这第1场比试竟是我南家胜了。自然，自然。现在我宣布，第1场望诊比试，南家胜。此子竟能一眼断人隐疾，一语收服观天，其实力深不可测。霸气，真霸气！偶像就带走。那就继续吧。第2场文诊，双方各出1人，辨识由华老家主提供的秘丹，辨出药材最多最准者为胜。此局有才，你来，你与变药相比不明更为精通啊！你什么？你不会想说方才书院上的变药表演是作弊的吧？你放屁！我上就我上。哼，谁上都一样。哦，你们可以，我们可以怎么样？可以一起上，是吧，道长？一起上就一起上，难道贫道还怕你个小娃娃不成？这比试不是靠蒙骗就能赢的。有请2位上前。
的嘴！爹！啊！有才，你没事吧？有才，都怪你这个灾星！你回来准没好事儿。少爷，便药请的口服，乃大喜。有才最善变药，怎么会犯如此愚蠢的错误？难道正如吴用所说，此前他是作弊？南家主，你们南家这是演了奴仆，莫非是独特的变药技法？只不过这代价为你大了些啊！南家果真无人矣，竟派如此蠢材与贫道比试，真是侮辱了这一圣门楣。贫道已写完，此局你们输了。道长，当下有一言，不是当讲不当讲，你写错了。吴用小友，你连道长所写的药方都未曾看过，何以断言有误？哼，装腔作势。若是错了，你如何？贫道也去南家医馆坐诊3日。你不配。你如我所料不差，你那药方之中并写了一位父子，是也不是？是又如何？此丹阳道之气如此凛冽，非父子不可。你可确信？不用再辩一辩？无需废话，就是夫子。呸！你不就明了？此药绝非父子，因为天雄两者虽出自同一种植物，气味较轻，也高度只但父子救人，天雄却杀人。什么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治病救人，最忌凭经验妄下结论。经验主义害死人，这个道理你都不懂吗？吴用小友所言不错，此丹方中所用，却为天雄。怎会如此？错，我就真的错。身为医者，入门第一课便须知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，亦能凭经验。我懂。哎呀，老花，你怎么抢我报效的封锁啊？这我慢着，变法道人的确是错，但他南家因为能辨出正确答案，所以此局应当是平局。平局就平局，我们南家派出这种废物就能拿到平局，我们很满意。不用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他是你兄长。吴尊长好武教，从乡下出来的东西，哼，就是上不得台面。不管你怎么说，在我心里，有才才是我唯一的。都给我闭嘴！好好好，南家主，这堂堂的医圣世家，家主的外延都泪还上了，我劝你早早认输吧，免得继续丢人现眼。谁说他们是南家人呢？啊？难道不是？他们不是你南家的长子长孙、主母亲女吗？在座的所有人都知道。很快就是。少书生，胡言乱语什么？爸，难道你就看着他离间我们南家骨血吗？败坏我们南家的门风？你这个灭父灭兄的灾星，你竟然说我们不是南家人！就是爸妈，不过咱们应该把他赶出去。不用弟弟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但是你也不能说这么大逆不道的话呀！吴用，休得妄言，继业，管好你的妻女。狗若海，这是我们南家的内务，不劳你费心挑拨。让诸位见笑了，继续吧。好，既然如此，第3场问诊开始。这局还是我来。这局还是我来。哎呀，吴用弟弟，这事关咱们南家生死呀！你别胡闹了。小畜生，还要脸呀！前2场比试你是运气好才赢了，这场可是真刀真枪的本事。一个连字都不认识的人，还代表我们南家出场，给我滚下去！南家主，若是贵府再无人才可用，
那就趁早认输吧。让一个小孩子上场，这是瞧不起问诊，还是瞧不起在座的3位前辈呢？小娃娃，问诊绝非儿戏，贫道专研此术一甲子，也不敢有丝毫怠慢。你还是退下，免得自负。此局我南家由南无用出战。尊者，此局万万不可再设，家主放心。李会长，可以开始了吗？第3场，问诊，规则如下：病人坐于木帘之后，不现相貌，不可切脉。医者仅能通过问询断症。一炷香内，以断症准确，用时最短者为胜。施主，哪里最为不妥呀？心慌，胸闷，没什么力气，睡不好。情况有多久了？1个多月。那饮食与两便如何？吃不下，腹胀，大便不成形。那近日里是否有让您劳心伤神之事？我母亲的身体不太好，家事操劳，思虑过度，是为病因之一。李会长，患者思虑劳倦，损伤心脾，致心脾两虚，气血不足，治方健脾养心，补气安神。完全正确。小友，到你了。你吗？你小友为何骂人？小友为何骂人？诸位都听见了吧？南家嫡孙竟在如此庄重场合对病患口出恶言，医圣闻风，简直荡然无存。弟弟，你就算再心急，也不能口出恶言呀！你身为医者，当以人心为本呀！孽障，给我滚下来！小友，医术可精进，心智若有偏颇，终将镜花水月。求求你救救我母亲啊！此人此生无非是些狡猾，其真正的病是其母。尊者问得极好，亦极细，其中提及母时，病人语气变得低沉，加上病人是异地，因此我便推断，必是其母罹患重病，药石罔效，方才不惜远赴我南家，祈求一线生机，是也不是。医生，您就是当代医生，求你救救我母亲呀！不明，此局见到了什么？一道如莲，见花更是见偶。尊者见的是病之花，而你见的是人之偶。善，大善。你母亲来了吗？我母亲病重，未能到此。你带有病历吗？病历呀，病历被我在路上弄丢了。既无患者，又无病历，纵使大罗金仙，恐难怕断诊失智啊！都是我不好，都怪我。医院说我母亲最多撑不了3日，可我这一来一回，哎，怕是来不及呀！妈，是儿子不孝，对不起您呀！能看什么？什么？居然能看出这那这个。谢谢，谢谢医生啊！此方名为10日还魂散，无论令堂损患何急，即便生机将绝，服下此药亦可延命10日。10日还魂散，这么厉害？不是病正强去10日阳寿，这难道是我南家失传已久的续命丹？情报，快去！把药房内间左上角第3个檀木盒子拿来，快！此方我可否一观？
君臣所使分毫不差，这分明就是续命丹的药方。没错，就是续命丹的完整药方。什么跟自己就完全一样。等等，难怪刚才完整丹上的字迹让我觉得眼熟。现在我两枪对照，分明与医圣亲笔毫无二致。这怎么可能？他究竟是谁？这个朋友，此方精妙绝伦，但炼制之法非常的特殊，即便是给你，你也无从下手啊！啊，那这叔伯，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？对，你提醒得很好，我这就……此便是10环魂撒之长丹，我先祖医圣传家，世间仅存最后一颗，你拿去吧。父亲，不可呀！此颗丹药价值千金的。闭嘴！张口就钱财，可以我南家医圣传世、济世为先的门风吗？玩家舍宝救人，倒真有几分医圣祖辈的风骨和气度。谢谢南家主，谢谢当代医圣呀，谢谢，我母亲有救了呀！此等我南家常备之物。这个，不会练。一群败家子，弃子算了。我回头就把炼制的方法再问你。这丹药的炼制方法，从医圣老祖之后就已失传了，他竟然知道。情势明朗，无需多言。我宣布，第3场问诊，南家胜。等一下，此番问诊，无与争者，询问周详，切勿误导，结论亦无偏差。我不过是基于他所多查一言耳已。此局不算我胜，当为平局。好一个平局，不贪功，不诿过，此子的气度果然不凡。这格局，有想打破。这个逆子，想赢的局面拱手让人。不用弟弟，你怎么能如此任性呀？你把咱们南家的全族生存，你放哪儿了你？你刚才不是还有阵势吗？我。第4场切脉，二位为木莲后同一病人诊脉，以诊断准确，用时短者为胜。上一局我没输，这一局我就继续。且慢，既是医圣世家与我苟家对决，若只非寻常切脉，岂不儿戏，惹在场诸位的笑话？不若你我便以悬丝诊脉，一决高下，如何？荒谬！悬丝诊脉全凭数十年经验感知细微脉象。不如弟弟今年才7岁，你这分明是恃强凌弱，有失公允。那你们可以换人嘛？怎么，堂堂的医圣世家，该不会连一个寻丝诊脉的人找不出来吧？唉，还真让这个王八蛋说中了，怕是真没人会。我就会呀，悬丝诊脉很难吗？大言不惭，我倒是要看看你有几分真本事。举之不足，按之有余，此为浮脉。形细如丝，硬质明显，此为细脉。脉流往来间色，如与沾纱，此为色脉。此人应是气血两虚，腹坎外邪，正需邪炼之症。仅凭一线便可切出3脉，准确推断出病机和症状。
三指仙翁的指下神通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啊！手上功夫啊，确实老道，可惜马上就要成为我偶像的垫脚石了。哼，朽木一根。哼，朽木一根。妈，这结论怎么相差的如此悬殊？看来终究是年纪太小，经验不足啊。那也未必。哈哈哈哈哈！朽木，黄口小儿，信口雌黄。我看你还是再回家练几天吧。你真是丢人现眼！小畜生，赶紧给我滚下！哦，那我便让大家都看看，年后究竟是怎样的命。这怎么可能？看吧，这就是偶像的力量。看来是有人暗中使坏吧？李管家，罢了，家丑不外扬，也许我慢慢收拾。既然如此，此局双方皆对，结果为平局。目前4场比试，第1场望诊南家胜，第2场文诊平，第3场问诊平，第4场切脉再平。胜负之关键，尽在这最后一局针灸。你们废物，吹火！大师，最后一场全靠你了。陆家主放心，我鬼判官出手，从无败绩。李会长，此人什么来历？鬼判官是近年陡然崛起的针灸高手，据传言，他掌握了失传已久的禁忌针法——鬼门13针。鬼门13针？此法不是早就绝迹于江湖了？是，管他什么针，在我偶像面前，皆是土鸡瓦狗。你们南家又该派何人上场呢？该不会又是个小屁孩吧？啊！不好意思，还是我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长口的臭小子！鬼先生，待会儿不必手下留情，净将这个黄狗小儿给我捏碎！我最喜欢做的就是捏碎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硬骨头。第5场针灸比试，于10步之外施针，命中木人潭中穴，以刺入最深者为胜。就这，不鬼门13针，王王看不得笑死。不愧是传说中的鬼门13针，确实不俗啊！但在我偶像面前不值一提。什么鬼门13针？还有你什么鬼判官？在底下挂号了吗？小心老包饭菜无常，请你下去喝茶。就逞口舌之快，你个黄口小儿，只怕未曾听我鬼门13针的名头吧？也敢在此大放厥词！这鬼门13针可是让人能起死回生的针法，他一个乡巴佬，他听都没听过吧？不用弟弟，你还是直接认输吧，拿个平局也算立功了。屁的鬼门13针，在我南家问天九针面前，只不过是追猎防品，画虎不成反类犬。吴用小友，此话恐怕有失偏颇。方才南家2位弟子已施展过问天九针，恕老夫直言，观之平平无奇。你们南家的问天九针什么德行，我还不知道吗？你也配说鬼门13针是道法？我看你们问天九针就是偷学了鬼门13针的皮毛而已。哦，那你们看看，这是什么？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你也会鬼门13针？
有意思，越来越有意思了。无用，实在是无针不会用啊！鬼门13针可是刚猛诡谲，实则徒具其形。以此邪力之法，强行摧舞生机，治病犹如饮鸩止渴，疑惑无穷。休要在此妖言惑众！你是假的鬼门13针，你偷学我的，你个小偷！哦，那你再看看这是什么？这变仙方或许是天赋异禀，会奉贤之可能是奇遇所得，但是训练丹峰这先祖字迹，再加上眼前这绝不可能作假的龙戏珠，一桩桩一件记，除了医圣本人，还有谁能做到？难道他真是？什么狗屁鬼门13针，在我问天九针面前不值一提。方才诸位或有错过，此刻便请睁大眼睛看真切，何谓真正的问天九针？问天九针，问天，问地，问神，问鬼，问仙，问魔，问生，问死，问长生。看懂了吗？有些明白，但还是不懂。无妨，终有一日你会懂何谓真正的问天九针。这便是问天九针。我可算知道了，那楼上的骷髅从哪儿来的。吴用哥牛掰啊！问天九针，这才是真正的神针之威。这才是问天九针，这才是问天九针啊！这难道真是一世仙祖神魂归位了不成？我是谁？我是你祖宗南仲景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假的，都是假的，假的！你是复读机成精吗？他作弊，他一定是用了什么药了。作弊！你们当我们都是瞎的吗？你们都闭嘴！高家主，胜负已分，你还有何话讲？什么胜负？我哪里输了啊？声势浩大有人，击穿天地又怎样？你方才一贬损我的鬼门13针，华而不实，我自然也可怀疑你的问天九针不过是银样蜡枪骨，空有其表。你，哎呀！我发现你可是越来越会胡搅蛮缠了。规则明明白白，以刺入牧人的深度定胜负。我偶像，不用小友的针，不要说牧人了，连天都捅穿了，这还能说不赢吗？真的，牧人上没有针，自然就是没有成绩，当然说狗家赢了。哎呀，我发现你这狗若海，可是越来越狗了。哼，南家赢一局，我狗家赢一局，那自然是平局。喂，什么？我父亲又昏迷了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无用小友，实不相瞒，我此次前来是为求南家的问天九针救我垂危老父，他现在在医院昏迷，已经下达了数次病危通知书，恳请小友出手，随我到医院救治。鬼门13针毕竟也是传说中的奇术，不如让他同去，或能多一线生机。既然狗家主和鬼先生都觉得鬼门13针不逊色于问天九针，那不如这样，有请二位一同前往医院，以最终救治我父亲的实际效果来判定最终胜负。二位以为如何呀？好，若你输了，你将我的牌位立在你南家老祖南仲景的牌位之上。
好，我正是缺个看门的。医生，我父亲情况怎么样？林会长，令总身体已经油尽灯枯，所有器官均已衰竭。说实话，已经没有抢救的必要，请节哀。桂先生，无欲相邀，恳请二位出手，救我父亲。无论是谁能够救回我父亲，不仅能赢得南狗两家大比的最终胜利，更将获得代表我夏国出征世界医学大赛的资格。这可是全国仅有的3份要强案。桂先生，这局必须胜。我的鬼门13针从无失手，若能得此资格，我南家必定再次名震全国呀！是臭名远播吧？看看南家现在成什么样子！怎么跟你祖父说话？没点教育！吴佑，你不要以为自己侥幸出了风头，就可以肆无忌惮了。你再怎么样，也不能骑在祖父的头上呀！给我闭嘴！是，我有错。他竟然如此训斥我这个家主，这般脾气，与传说中的医圣老祖毫无二致啊！祖父怎么会向这个废物认错？父亲，你无用弟弟跟家主说话，怎么像长辈在训斥后辈？关键家主好像还乐于接受。大战临头还内讧，这南家真是烂透了。我先来，有劳桂先生。我早就安静。什么情况？我阴效了。桂先生，我父亲片刻记醒，当真。父亲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好多了。门13针确有不凡之处啊！我医圣世家1000年的声誉将要断绝于今日了。吴佑，南家输了，医圣世家的金匾也要拱手送人了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？以后南家要是行不了医，你说这可怎么办？赢了，我们狗家赢了！别高兴太早，撑不过时期。疯头小儿，怎么口出恶言，诅咒李会长的父亲？无用相友，这……这是怎么回事？桂先生，这令尊已经病入膏肓，脏腑早已衰竭，我能令其回光返照，清醒片刻，已是极限。胡说八道！病人器官虽已衰竭，但生命体征至少能撑半个月。林会长，我早就说过，这种玄乎的中医根本靠不住，他们这是害人性命，为救人呢！快，注射肾上腺素，准备电击除颤，抓紧抢救啊！加大剂量，再打1针肾上腺素，再次电击。我来。你们先出去吧。李会长，很遗憾，您的父亲已于15点20日去世了，请节哀。不可能！父亲，是你们这些中医，你们都是杀人凶手！阁下，此言未免太过偏激。你刚才是你们自己先说没救的，
现在救不活了，反都怪我们。各位前辈，这会长的父亲已经去世了，这也没法分胜负呀。这局不如就作废了吧？哎，对，这局作废，作废。若不是我鬼先生神神奏效，他是连片刻的成效也不会有的。分明是我们赢了，你们还想赖账不成？哎，这下我偶像连出场的机会都没有了，都怪那什么鬼判官。好了，刚死，慌什么？我们救。李会长，您听见了没有？这个黄埔小儿竟拿令尊大人的遗体开玩笑，荒谬！你们中医都是装神弄鬼之徒吗？啊，这么一个小孩子，也敢在此大放厥词？哼，真是癞蛤蟆打哈欠，好大的口气啊！人死不能复生，这是3岁小孩都懂的道理。你已经7岁了，不会还不懂吧？无忧，你快给我闭嘴！人死不能复生，这是铁律。你现在对遗体做的任何事情，都只会坐实南家救治失败的罪行。你难道非要亲手把财产送给狗家手上才肯甘心吗？有才说的对，李会长，西医权威都已经宣布死亡了，比赛就应该结束。你不叫再听他胡言乱语，小兔崽子，再敢胡言乱语，我打死！无忧，此事非同小可，你真有把握吗？无忧小友，你真的能救回我父亲？李会长，你清醒点，别再被他们蒙蔽了。令总已经死亡了，这是科学事实。我说了，我能救，你们救不了，就滚到一边去。我方才已悄然探望麦西，确无生机，他还能怎么救？我说什么来着？对偶像的力量，你们一无所知。南不明，告诉我，何谓问天九真？问天，问地，问神，问鬼，问仙，问魔，问生，问死，问长生。今日你请看好了，这便是问天九真的至高之境，起死回生。快住手！什么？你要他对尸体做什么？完了，我南家完了。问天九真，走一阳，逆时死。大人，那南仲景又用问天九真来地府要人了，真是岂有此理！真当我阎罗殿变成菜鸟驿站了？3天2头来取快递。哎呀，算了，给他便是。骗子！你们一群骗子！差点被你们装神弄鬼的手段给骗了。小兔崽子，没本事就别夸上海口。我们好歹让老爷子清醒了片刻。哪儿你的？你是引起扎针，你是亵渎。我们千年一生之家现在彻底完了。像你满意了啊？周家主，不，狗伯伯，这一切都是南无庸一人狂妄所致，和我们南家其他人绝无半点关系。没有了，什么祖宗基业、千年世家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哎，年轻气盛啊，为了争胜，行此险招，太不值了。哼，什么问天九真，徒有虚。不如我鬼门13针远矣。闭目打坐，凝神静气，仔细回味我方才施针的每一处细节。是。
我你就免了吧，你就多担着，就木不可雕了。不雕了，不雕了，不雕了。哇，事到如今了，还有他胡来吗？爸，他就是个疯子，你想想吧。小兔崽子，按照比试的结果，现在是我苟家赢了，那你们南家所有的产业，还有那份世界艺术大比拼的邀请函，全都归我了。不用相拥，我知道，让家父起死回生，确实是强人所难。李会长，别再理会这句害人生故的话了。你们现在立刻给我滚出兵房，滚！哎，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我没关系，你说呢？我们大家这么多人，你有病吗你？李会长，赶快宣布比试的结果吧。我宣布，此次比赛最终获胜者是。吵死了！父亲，你真的醒了？吵吵嚷嚷的，睡个安稳觉都不行。这不可能，这违反医学常识。心跳恢复啊，血压正常，这简直就是神迹啊！怎么可能？这是起死回生啊！哎，我老夏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永远的神。不可能，绝对不能，可能会复生的。这一定是幻觉，这一定是妖术。鬼判官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鬼门13针锁魂，问天求证，竟向天俗。我输了。还有我，还有我。我有效应。哦不，南医生，大恩不言谢。这世界艺术大比参赛资格，您实至名归。我代表夏国中医界，恳请您出战，扬我国威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一个乡下来的野种能有这般造化？我算什么？我这些年苦心经营的又算什么？你回去等着我去收家产吧。人家这些魑魅魍魉是该好好听一听。说吧，是谁指使你陷害我的？吴勇少爷，小的不知道您说什么。祖父，李管家在家族多年，一向勤勉，此事定有误会，或是受他人威逼利诱，想借他之口行构陷之事。你听见了吧？分明是你自己没有能力，你还指使别人诬陷你。不说什么，硬骨头是吧？好，来人，将他们拖出去，先拿50棍。他的话就是我的话，执行。家属饶命，饶命！我说，是有三少爷，是有三少爷让我干的。这个狗奴才，你血口喷人！这吃里扒外的狗东西，枉费家族培养你这么多年。说，是谁让你攀阳有才的？敢污蔑我儿，你找死！是真的，就是有才少爷。他让我把针刺偷偷拴在木腿上，还有之前手眼上的千年一丹也是他让我偷拿出来的。这家主饶命啊，饶命！祖父，您明鉴，这刁奴眼见事情败了，便胡乱攀阳，企图拉孙儿下水，其心思歹毒，昭然若揭呀！
这都是有他少爷指使的，可偏要也是我。祖父，你看到了吗？为了陷害孙儿，什么谎都敢撒，孙儿冤枉了。没错，父亲，这个奴才分明就是被收买，有才是被冤枉，你不可听信一面之词啊！都给我住口！南有才，你指使恶仆，欺压至亲，有违家法，拉出去打20棍，罚跪祠堂1日，警司记过。祖父，孙儿冤枉啊！50棍，罚跪3日。祖父，你难道就这么不相信孙儿的话吗？再不吓死，直接乱棍打死。凭什么？他一句话就能动用家法？祖父您偏心，我儿平白受此大辱，这家法不公啊！哼，执行家法，谁敢多言，一同受罚。不明，你出错了。我以为还不错，全靠家主的栽培和吴用弟弟的指点。好，明日中医协会为市比会开幕预热，特举办了一场顶级的鉴宝宴，你与吴用去代表咱们南家出席。是。南不明，他竟然突破了，只是走了狗屎运罢了。有才弟弟，你现在只是暂时受挫，将来肯定能超越他。他一个旁支左膝，再厉害，将来也都是辅佐你的命。我最生气的还是爷爷，明天鉴宝那么重要的场合，晚年都是带有才去，今年去了南无用那个小废物代表带。爸，姐。你们别为我担心了，只要为了南家好，我怎么样都行。我真的没事儿，你们快回去休息吧。南家只能是我南有才的。废物，全是废物！蠢货，全他妈蠢货！你这个小猪，哪时候接受狗家的产业了？你们谁点办法都没有！说，他终于是坐不住了。好，你告诉他，我一定全力配合。实乃先祖药王大人亲笔批注的千金方古本，是我孙家的至宝。时遇数而少，不遇顿而多。盖宝中积，积中宝，宝则伤肺；过宝则气机壅滞，肺湿宣降。半宝之时，脾胃得健，肺气自畅。这就是神医华佗老祖使用过的药壶，是老华他们家的宝贝。
钟景，看我新熬制的麻沸散，效果如何呀？哈哈哈哈哈！千年轮回，故物犹在，故人何在？老夏，有何不妥吗？我看他是看不懂吧，一个乡下来的乡巴佬，肯定没有见过这么多好东西。我最喜欢的蠢东西又到齐了。孙家主，恩公。狄会长，不用指示经营者责任，无需如此。这就是传说中让李会长父亲起死回生的南家弃子南无用。果然是英武不凡啊！没错。花老弟，这次鉴宝会，听说你除了那个药罐以外，还有一件重宝，赶紧拿出来给大家开开眼啊！果然是什么都瞒不住你孙老哥呀！请宝刀。诸位，此刀乃是先祖华佗所用青囊金刀，请诸位品鉴。陈老，你来，真不错啊！纹路质朴，金质成分却系千年之物，与古籍记载吻合，真品啊，无异啊！神医世家果真名不虚传呐！是啊，华祖遗泽，令后辈敬仰。此刀必是当年为关公刮骨疗毒之神器呀！哼！吴用小友，你似有不同见解。不是，弟弟，法老垂询，不得无礼。放肆！休得后悔！他一个从乡下来的乡巴佬，恐怕连神医金刀是什么都不知道。吴用小友，有话但说无妨。好吧，此刀实为赝品。此刀是为赝品。吴用弟弟，你不要为了在父母面前出风头，就胡乱说话。陈老他德高望重，一气眼色更是铁重。你这样乱说话，是让别人以为你在湮灭华家之宝啊！黄埔小儿，你竟敢质疑老夫的专业判断！哗众取宠，胡说八道！我看他就是嫉妒我们有才弟弟比他见多识广，在这胡乱造谣吧。好一个狂妄后生！你说此品为赝品，有何证据？若拿不出证据，就是侮辱华家，侮辱在场的所有同道。陈老所言极是，各位前辈都在场。吴用弟弟，以后呀，你不要做一些争宠的举动，这样大家会觉得你有点上不去台面，也会看不起我们南家的人。没错，如此心术不正的人，岂能代表我下国医道出征赤壁会？我强烈建议取消他代表南家出席赤壁会的资格，以免贻笑大方。花家主，他们说再多，也不过是犬吠，您说呢？哈哈哈哈哈！吴用小友眼光毒辣，心性更是非凡。吴用小友刚刚说的不错，品鉴品鉴。如果全是真品，那还见什么？此刀确为赝品。此刀确为赝品。不可能的，那检测结果呢？陈老，一气无错，此刀确实用1000年前的古金熔铸，故而骗过了仪器，但它乃是我华家后世先祖根据记载仿制，其真实的年代不过300余年而已。真不愧是我的偶像啊！连顶级专家和精密仪器都检测不出来的仿品，你一眼就看出来了。
吴用小友，此仿品之秘，乃我画家不传之秘，就连族中知晓之人，也不超过5指之数。老夫甚为好奇，你又是怎么看穿他的？我老弟是个穷苦，怎么可能有技能？他的道都是我送的。正所谓器灵医用，不可为本。这金刀华而不实，张衣不会是画神医的依据。器为医用，不可为本，这不正是先祖遗训吗？他怎么会知道？先生这学识果然深不见底，不愧是南家嫡孙，当真少年不凡呐！画家拿出了祖传金刀，供大家品鉴。同样拥有试比费资格的南家，也将前几日刚刚得到的南家至宝医圣手本请了出来，那就快拿出来，让我等开开眼界。对呀，没错，你也看一下。不明，请把老祖的书本请出来。是。字里行间皆为大智慧，不愧是医圣手笔。此乃无价之宝，是我医道之根啊！诸位看看，那是什么？诸位看看，那是什么？非才难不兴，无用则难衰。不可能！我前几日明明没有看见这行字，难道是我忽视了？非才难不兴，无用则难衰，什么意思？哦，我明白了。南家有一位少爷叫南有才，那么非才难无用的意思就是非有才少爷，南家则不能胜。还真是哈，没错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好，非才难不兴，有才千万不要辜负医圣老祖的嘱托呀！我就知道，有才弟弟才是我们南家的大福星。有才，将来重磅在身，也要注意身体，好好休息啊。还有一句“无用则难衰”是什么意思啊？哼，什么意思？显而易见。我记得南家还有一位小少爷叫南无用，从一生下来就克父、克兄、克姐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灾星。没错，他南无用就是个灾星。所以嘛，这南无用就是南家衰败的灾星。这一出生克父、克兄、克姐，这样的灾星放在谁家吃不了。这医圣大人真是神仙人物，竟能预知1000年后的事情。南无用，你这个灾星，我就知道不应该让你回南家。现在马上给我回到乡下去，永世不能再回来。大家是不是误会了无用弟弟啊？他毕竟是一个7岁的小孩子。有才，不要被他的外表所蒙骗，刚出生就差点克死你，现在都7岁了，岂不是后患更大？祖父，连医圣老祖都这么说了，咱们赶紧把有才立为少家主，再把南无用这个灾星赶出去。到底怎么回事？难道真是医圣老祖留下的衬言？难道无用的身份我猜错了？哈哈，精彩，精彩，真是一出好戏！哈哈，精彩，精彩，真是一出好戏！巧了，我就是医圣本人。南无用，你失心疯了不成？你竟敢冒充先祖！不信，那我们怎么瞧？
诸位请看，这分明就是同一人所书，这形神兼备，毫无二致。这写的就是真气啊！没错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你怎么会？不可能！就算自己想死，又能证明什么？证明什么？证明手本上那行字也是被人后加的。胡说！此乃南家至宝，为医圣亲笔所写，岂能是信口雌黄？对，你没有证据，你休要胡说！有证据，那我便让你心服口服。诸位请看，先祖真迹，墨色千年沉淀，已深入肌理，光滑嫩。而此文字，墨色浮于表层，贼光犹存，纵听作旧，已难掩其心。此乃第一古寨，还真是不太一样哈。没错，这么一看呀，确实差异很明显。王家主，画老金鱼外壳，余力倒可不入微，请您再审真迹笔画，力透纸背，酣畅淋漓。而后天之字，笔锋犬落，浅长折纸，唯恐损及骨质。这心虚的力道，便是第二道战。没错，笔力深浅，判若云泥。来，而最关键的是，内容医圣手本，通篇所言，皆是济世救人之道，要理医理之心，字里行间皆是天下苍生。而这行小字写的什么？是门户私计，是嫡庶之争，格局狭隘，气量微小。试问一味留下问天九真，心怀天下的医圣，会在其毕生心血之末，纠结于千年后哪个子孙该掌权，哪个子孙是祸根，这是对医圣人格的亵渎。而这行字内容本身就是最大的漏洞，暴露了伪造者鸡鸣狗盗卑劣心计。没错，堂堂医圣大人，怎会如此作态？造假者之卑劣，简直就是见血难色，风不日志。没错，伪造手本，污蔑先圣，此乃是对我杏林一脉的宣战。我华某人第一个不答应，不答应，不答应。墨色、比例、内容三重铁阵就在眼前，南有才，是你用那污蔑之笔玷污了这先祖圣物。放屁！有才是我们南家嫡子，是医圣世家名正言顺的继承人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是你这个灾星栽赃陷害！没错，告诉我，不管你怎么构想，怎么争宠，有才才是最适合继承我们南家，代表我们南家继承我们医圣一脉的人。吴用，你这样做只会让我更厌恶你。我告诉你，我的儿子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有才。南无用，我现在剥夺你代表南家、代表医圣世家的参赛资格，由有才参加。哼，名正言顺，血统明分。那若按此说，他南有才反而就更没资格，因为他就是私生子。你个逆子，胡说八道什么？给我闭嘴！是吗？你说呢？没错，南有才确实是继业的私生子啊！什么私生子？这怎么可能？那罗婉之对南有才可比对南无用要好10000倍，哪有母亲能对一个野种比自己亲儿子还要亲的呢？继业，有才他真是你的私生子。南家向来注重门第血统，这南有才如果是个私生子的话，怕是要失去继承南家的资格喽。对呀，南不明多优秀啊，就因为是旁系子弟，才失去了竞争家主的资格。更何况一个私生子。错，我不是私生子，我是南家嫡子，嫡长子。继承南家的人就只能是我，而不是他。南无用，一个从乡下来的灾星。对，他一出生他就克父、克妻、克孝，他就是个灾星。
他不可能继承我们南家的。没错，他出生的时候，我在去医院的路上发生了车祸，差点死。我当时也突发恶疾，差点去世。没错，我那天差点溺水，差点就死了。我们南家不可能让一个灾星来继承我们一省世家的招牌。哦，说到灾星，我有必要请出一个人来。李管家，出场吧，该你上场了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李刁德，你这个狗奴才，不要乱说话！说嘛。灾星这件事，其实都是老爷和有才少爷一手捏造的。别胡说！诸位，他是我们南家的恶奴，我们前几日才把他赶出南家，他肯定是心怀恨意，被小人利用来陷害我们父子。李刁德，奴才，我打死你！李管家，人家要证据呢。哎呀，这，多抹点啊！李管家，多抹点，这样显得严重，要不然我婉之的剑根本就不信。多点。李管家，我的濒死命令呢？在这呢。好，这下就差南向了。小姐那边已经安排好了，湖边周围的围栏全都拆坏了，只要一碰就到，保证小姐就像真的失足溺水一样。好，这个好。这下，这个刚出生的小野种，就是名副其实的克兄克父克姐的灾星了啊！李管家，我问你，你说这以后这小杂种该怎么跟我抢南家呀？啊，就他！所以这些年，我用他，我打他骂他，把他当成自己的仇人，全都是受了你们的毒计，全都是假的。没错，我要是不除掉你的亲生儿子，我这个私生子还怎么上位啊？啊！混气！如果再敢偷偷，非给你打断！还不快滚！哼！妈，不是这样的，我怎么会？不要！我的孩子！家族蒙尘，门风败坏，仅规矩宗旨，人心不古。南街，你心术不正，勾陷亲子，宠陷奸逆，不配为父，更不配执掌南家，将废除你南家继承人之位，押入宗祠禁忌，终身面临死果，非死不出。凭什么？我是你老子，就算我有罪，也轮不到你来惩罚我。爸，你就看着他如此卑逆人伦吗？凭什么？就凭南家的未来寄予他身，而你只能把家族带入万劫不复。我在此声明，无用之言便是本家主之意，谁敢不服，就与我整个南家为敌。没有才，你歹毒阴险，残害种族，罪无可赦。经废医术，削除宗籍，即可逐出南家，入质踏足半步。何婉之，你偏信谗言，苛待亲子，今罚你入慈安堂，
侍奉那些无依孤儿10年，望你在付出中明心见性，承悟为母之道，以赎己罪。南向晚，你虽受奴婢，但你年岁已长，不查是非，罚你收集祖训1000遍，禁足3年，好好想想，何谓血脉亲情，何谓家族纲常。经此一事，虽然家族蛀虫得到了清理，但家族内部出了这等丑事，我南家1000年的音社名声恐怕也是一落千丈。家族内部更是人心涣散，想要除震唯一圣门里，这次试比会就是最好的机会。家门丑事，让2位见笑了。此宴既名献宝，真正的珍宝，岂是这些死硬的？我夏侯绵延1000年的医道传承，才是无价之宝。2位，去后随我同去那试比会，扬夏侯之名，去巅峰会观。奉命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欢迎来到世界医术大赛比赛现场。本场比赛是历史性对决，由夏国代表团对阵西方代表团人工智能雅典娜。比赛规则如下：双方选手需要在半个小时内独自对6位患者进行诊断，最终以诊断的全面性和准确性由评委团决出比赛胜负。现在我宣布，比赛正式开始。雅典娜整合了全球医学数据库，可在3分钟内为位患者全维度扫描，初步确诊，准确率高达99.8%，这是现代医学巅峰。夏国代表，请。怎么是个孩子？夏国这是要弃权了吗？弃权？我医圣一脉，从不退缩。小兰先生，您的设备呢？夏国医道，望、闻、问、切，足矣。第1位，肝气犯胃，情志所致；第2位，少阴伤寒，脉象必沉；第3位，这不可能。第6位，你3日前50左右是否突发耳鸣？是，医生都说我没病，可我真的很难受。此乃香网斗，上扰金窍。停了，耳鸣停了，哈哈，谢谢。这怎么可能？评委组已有结论，夏国医圣世家南无用先生诊断6例全对，并当场道出病因，治愈1例，准确度以深度超越雅典娜。这一轮夏国胜。原来在真正的医道面前，尖端科技是如此的肤浅。科技是工具，医道是根本，若能结合，才是苍生之福。医圣世家的嫡孙，果然厉害。我才是医圣世家的长孙，而他就是一个小野种。南无用，你的风光到此结束了，下一场我要让你身败名裂。这第2场由我药王世家出战，第2场夏国对东国。规则为，我提议修改规则。怎么回事？夏国医圣世家代表南无用先生，您好。单纯的治病太过无趣，不如比试解毒。双方互服对方提供的毒药，自行化解，能解则生，不能解则死。输的一方需当众承认对方为医道正统。荒谬！这是医事大比，可不是生死赌局。哦，
难道说夏国不敢比？那就承认我东国才是一道正统。放屁！你们也配？可以，这一场就由我一世世家出场。偶像，这场是由我药王事关一道正统，别人都在点我的名字，我必须亲自迎战。啊？什么？南无佑，你终归还是落到我的手。小才，小才，你怎么在这？哼，我是来夺回南家的一切。东国太好，你何时不认同我这个祖宗啊？你休准口舌之快！刘才君已是我东国之人，完全有资格代表我出战。既然如此，那开始吧。我的好弟弟啊，这个击灭丹你应该很熟悉吧？这个是从南家密库深处取出来的，是千年医圣南仲景亲手所制，就连医生他自己都没有研制出解药。这个是无解之丹。果真是寂灭丹，此毒确实无解。我的好弟弟呀，你现在跪下来，当着全世界的面，说你自己是七世之徒，然后放弃南家继承权，把之前的一切都物归原主，然后我再大发慈悲，准许你弃赛。不然，你服下此丹，你将会在极度痛苦中神魂俱灭，就连轮世转回的机会都没有。你说，你就为了一个虚名，值得？我就不信你明知道是无解之毒，你还敢吃。到时候你主动弃权，身败名裂，而我将赢得比赛，赢回南家。偶像，不可，万万不可啊！据古籍记载，这寂灭丹乃是万毒之首，服之气死无药可医。你要是吃了，这就不是比赛，这就是送死了。不用，这寂灭丹是无解之毒，三思呀！夏国可以没有施比会这个虚名，但我们一圣南家不能没有你啊！你若有事，我们百死难赎啊！是啊，不用小友，请三思啊！一道之争，来日方长，不必争一时之意气。此丹乃绝路，服之必死。我等皆可为你作证，无人可赦你半句不是啊！对，这是谋杀，不是比赛。裁判应该立刻终止这不人道的规则。一道正统，不容玷污。一圣风，岂能退却？小友，我真吃了，是吗？你真吃啊你！你明知这是无解之毒，你解的呀！我吃了，现在轮到你了。此丹名为焚心，服下后五脏便如地炉焚烧，筋骨寸寸断裂。10息之内，若无我的解药，你全身血肉将化为脓血，尸骨无存。他吃了必死的毒，他不要命了！不，我不能吃，我好不容易活了下来，我还没夺回南家，还没享受过荣华富贵，我不能死在这里。中国代表团，请依照规则立刻服下毒丹。我不吃，他是个疯子，他就是个疯子。贪生怕死，背祖忘宗，刘才，你根本不配为南家子嗣，更不配为夏国之民。那重利轻义，瓦剌先耻之地，道是
的绝配。此药绝非粉星，只是一颗普通的毒药。不可能！你骗我！你在骗我！这个贪生怕死的废物，他不配代表我东国，他的弃权无效，这场比赛不能算我们输。哦，规则是你们定的，人也是你们派的，现在想不认账，那你们就亲自试试，能不能解开我的毒。此毒名为刹那芳华，10息之内若无独门解药，则经脉尽裂，心血枯竭而亡，认输就不认便死。你是魔鬼！友情提示和刚才一样，这次我有可能也是骗你们的。抉择吧，时间还有8秒钟。7、6、5、4，哈哈，我们认输。下官是一道正团，快给我们解药！哦，不好意思，这次我还是骗你们的。那红雾只是些朱砂粉而已。阿卡，你竟敢！地角急而无大意，临生死而忘廉耻。你们也配觊觎医道正统？可笑！中国代表团已亲口认输，我宣布，第2场解毒之比，胜者为夏国。鉴于东国的鼠辈行径，经评委会决议，取消东国的一切成绩，即刻赶出世评会。薛大先生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谁跟你是我们？诸位，我东国代表团严正声明，我们与此人毫无瓜葛。他不过是一个被夏国家族驱逐的弃子，一条丧将之犬，而与我东国一道界毫无关系。他的失败耻辱，更代表不了我帝国的荣耀。没错，我们也是被他给蒙蔽了。这种贪生怕死，连自己祖宗都能背叛的无义之徒，我们东国羞于威武。不是这样的呀，是你们说要我的呀。你们是个骗子，你们是个贱人，你们都是野种，野种！我是南家长子啊，我不是弃子，要继承南家的财富。我是医生的继承人啊。东光说：“来人，把他带出去。”要给我地位了，财富、地位，你们都是野种！天作孽，犹可为；自作孽，不可活。乃有才，你背祖忘宗；实乃结局，你罪有应得。诸位，这位就是本次比赛的最终案例——索菲亚小姐。25年前，她因为医疗事故导致脑部缺氧，一直没有醒来。而她的父亲就是本次评委团的主席，遍访全球名医，尝试了所有疗法，都以失败告终。今天我不再是评委，我只是一个父亲。本次比赛最后的案例没有什么标准答案，唯一的评判标准就是奇迹。大脑皮层活动异降值，维持生命的最低水平。从现在医学角度来说，
这根本不可逆的过程，我们没有办法。抱歉。无名，你看到了什么？形体完好，但气息接近于无，命脉沉细于绝，身体几乎枯竭了。你只观其形，未察其神。他三魂之中，天魂已流离于体外，地魂被先天带来的阴杀之气封锁，唯有命魂被肉身强行锁住，维系着一线生机。此乃失魂之阵。难道说，这就是古籍中记载的万中无一的九阴锁魂之体？正是，阴杀缠魂，非药师能及，寻常针法更是触之不及。然我为医者，当有逆天而行、向死求生的勇气。今日便让这世间再见识一次我阴圣世家夺天地造化之功的问天九针。看好了，此乃问天九针，终角今日传你。第一重助天梯，以81针通人体周天经络，接引天地灵气。第二重定九。小友，无用下。没用过，只有一统失真，不准乱经脉九穴，本入命魂根基。可是你，快！最后一重九曲归真，向天夺命。天地无极，乾坤借法，三魂归位，击破邻居，去令。苏菲亚，我的孩子，25年了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奇迹，这是生命的奇迹，这是超越了理解的一道奇迹。我宣布，本次世界医术大比当之无愧的冠军是夏国。龙象，我南家此番劫难，根源在于陈规腐朽，纲常不正，此等疾病。今日在家主的授权下，我便携世理会冠军之威，以医圣之名于此地重振家法。即日起，南家废除一切嫡庶之别，家主之位，族中资源当居寻千古不易之地，唯贤是取，唯能是用，有德者居之，不问出身。凡我南氏子孙，皆可凭才学、德行，公平竞争，以正家声。南不明，在。你品行敦芳，启敏克己。即日起，令你为南家少主，望你恪守新规，励精图治，引领南家重归正道，再现医圣门楣之光辉。不明谨遵教诲，并竭尽心力匡扶南家，振兴门楣。无用，无用，你为了夏国，为了我们南家，明知道寂灭丹吃了是无药可解的，可你还是毅然决然的吃下了。能为自己亲手炼制的丹药送的，
这世间恐怕也独我一份。这未尝不是一种幸运，一种圆满。自己炼制的丹药，不用。你到底是？南震海，告诉他我是谁。我小子孙南震海拜见一声老祖。不明，切记，医者之道不在算之精巧，而在心之等数。德为根基，术为之意，简化更虚情。老祖先生，不孝之子，恭送老祖宗。风兄，你这是甲亢未愈，请我回来了？哎呀，南兄啊，快别再提治病了，我这里都快成你的售后服务中心了。李会长之父阳寿已尽，被您抓回来了。索菲啊，魂散一半，也被您抢回。这精准打击可比我们勾魂还准啊！这十殿阎罗联名上书，说再照这样下去，我地府的威严动摇矣。包兄，那你这是向我问罪呀？非也，我要对你论功行赏。你肃清美美，弘扬医德，功德撼天，仅有2项选择：一，任幽冥医圣，司掌阴阳疑难；二，携技一修为重博一世，再续传奇。第一个是给你们打工，第二个是投机取巧。我南正经的医道，生于磨难，成于历练，不屑此等捷径。那你待如何？抹去此身记忆，抹去此身记忆，封印毕生医术，重入轮回，投生于那寻常医道。真正的传承，并非技艺绝佳，乃灵魂深处的热爱与天赋的重燃。我想看看，褪去这身光环，凭借赤子之心，能否重塑巅峰？包兄，这多有趣！好，那就一。包兄，再见，再也不见，再也不见。大人，您将他送往何处？自是有趣之处，人间医道，岂能无他？